Hello，晚上好，今天你过得好吗？今天想要分享一个不一样的主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女生不太经常看的一个主题：当代各国的主力直升机。其实我一直对这些军事主题蛮感兴趣的，只是有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找到一些自己喜欢看的。最近我收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杂志还有书，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当代各国主力直升机。我对直升机还有枪支都比较感兴趣。这是一些图片，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目录。这个目录很多。澳大利亚的 SHI 级超级海妖防御者500。今天我想我们来了解澳大利亚的超级海妖。其实你看下面有很多名字叫的乌云雀、超级黄蜂、美洲豹、小羚羊，名字叫的特别有趣。我个人认为有趣。巴西、加拿大、欧盟、印度、伊拉克、以色列、日本、马来西亚的超级山猫、俄罗斯、南非、美国的超级眼镜蛇、阿帕奇、哈奇斯、智努卡、海上走马，这名字叫的，大概浏览一下吧。好酷啊！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也体验一下那种就是旅游的一种方式，各种主题的，有直升机、跳伞的，我也想体验一下直升机，乘坐直升机转人的那种的感受。人生在于体验嘛。澳大利亚 SH 杠2G。之所以叫超级海妖，我觉得它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地方。SSI 级超级海妖是澳大利亚皇家海军部署在安扎克及保护的围歼上的一种直升机，它主要被用来执行水面作战任务，因此这种直升机装
SHIG 安排了2名乘员在卡曼和离队导航和控制公司设计的灵活的整合技术，航空电子系统的帮助。一名高级飞行控制人员能够单独驾驶这种直升机。SHIG 也能够支援反潜作战行动。如果其他飞机或潜艇配备了合适的追踪并对潜艇定位的设备，它可以作为一种搭载武器的平台参与反潜活动，利用装备的前视、红外电子侦察和防护设备。雷达和电子战支援措施。SHIG 有能力探测到水面或接近水面的潜艇，但是它并没有配备声波探测的设备。它能够搭载多种反潜武器，好厉害，多种，包括轻型鱼雷和深水炸弹，和所有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直升机一样。SHIG 可以执行多种任务，例如人员和物资运输、搜索和救援、外部吊载运输等。它还可以用来秘密运输特种部队，挺厉害的。技术参数：卡曼公司反潜作战，它的特点：长度为13.5米，挺大的；高度4.6，主旋翼直径13.5，可以乘坐2人。它的动力是2台GE-T 的700到401的发动机，3300马力，最高的时速2560千米的意思。续航速度2222千米，256千米。垂直爬升的速度630米1分钟，挺厉害的，速度挺快的。航程1000米，重量3447千克。装备不读日期2001年，还是挺新的，也20年了也。
更先进。N35-2K，哇，这个视觉挺不错的。巴西的防御者500，这个是球体形状，看起来像。防御者500是由美国制造的一种专门销售给外国军队的直升机，它是成功的 OS-6 系列的直升机的一个衍生型号。这种直升机主要被武器部队使用，它非常灵活，展现出良好的多用途功能。防御者500和 OS-6 执行的任务有所不同。与后者相比，它能够执行的任务种类更多，包括直接提供空中支援、坦克、攻击坦克、侦察、观察和运输轻型物质类等。因此，防御者500可以配备完备的武器系统，它既可以被配置成侦察机，又可以被配成 TOW 通过发射管发射的光学追踪的套是有限制导弹。反坦克平台作为侦察直升机使用时，防御者500配备的武器包括机枪、70毫米折叠的唯一空射火箭 FFAR 和一个榴弹发射器。作为一个反坦克直升机师，勇士它可以配备2组 TOW 反坦克导弹，为了让已经增强的火力更加如虎添翼。防御者500在挡风玻璃上安装了固定式的指示光学帽准镜，除了已经装备的一个安装的头盔上的多视角光学帽准镜，一个目标追踪器，一台激光测距仪，一台热成像仪，用于夜间导航或者搜索目标的16倍前视红外电自侦察和防护设备以及自动驾驶系统外，还有许多设备可以选择。有22个国家在使用这种直升机，从美国、伊拉克到萨尔瓦多。这是一种有效的、灵活的、相对廉价的直升机，使用后的反响相当不错。当然，它无法与那些为了特定的任务而发展出来的更先进的直升机匹敌。波音公司的这个是波音公司，它是多云图，它这个7.6米，那个是刚才那个是13.6，比这个更大，高度2.6，主旋翼直径8米，也是可以乘坐2人。一台艾力逊 T63-A 700的发动机，317马力，这个马力还可以，最高时速241千米，
老家伙，火力40毫米的榴弹发射器小型机场，外挂式的陶式导弹，70毫米的 FFAR 系统也是带 GPS FLR 热成相依，主要这个便宜啊。MD-530MG 防御者研制于1982年，原修饰直升机公司根据武装直升机驾驶员的反馈，以民用型 MD 的530F 的机体和动力装置为基础的研制，像一个导弹头、子弹头这样。看起来比较的小巧，然后它这个头前面比较圆，加拿大的 CH-113拉布拉多，狗的名字拉布拉多。哇，真的像一只那个拉布拉多的狗。加拿大的双翼CH-11-3拉布拉多直升机作为一种自行搜索和救援任务的攻击，已经为这个国家服务多年。20世纪60年代早期，最初引进的乔夫直升机是为了支援加拿大陆军的行动。不过，加拿大方面很快就对这种直升机进行了重新的配置，从原来执行战术任务改成为执行搜索和救援任务，同时把它的名字改成了拉布拉多，蛮可爱的这个名字。这种直升机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过军事行动，但辅助加拿大皇军、海军执行过不少任务。这种直升机采用水密机身设计，能够使用海上降落作为一种执行救援任务的工具。它的标准设备包括一部用于救援的升降机，一个容量为3500升的远程油箱和一个能够负重5000克的吊火钩。除了这些特点，拉布拉多还配备了齐全的紧急医疗设备。除了这些特点，拉布拉多还配备了齐全的紧急医疗设备。在已经过去的35年中，他一直在搜索和救援行动的前线服务，参加过许多要求非常高的救援行动。在魁北克的萨克奈河行动中，拉布拉多将14000人撤出了他们被洪水吞没的家园。然而，加拿大政府已经做出决定，用录制 ES-101的回北某的一种改进信号，取代日渐年迈的拉布拉多。第一架录制在2002年完成部署，加拿大政府计划在2003年公布数15架这种型号的直升机。也就是说，拉布拉多升级了呗，也
是波音公司来的，主要用于探索和求寻的25.4米够长的机载。5.0，对，它需要装那个油箱，还有医疗所用的物品，可以乘坐5个人。它这个马力更大，2800马力的，2台机翼的 T58-8F 发动机，时速的话是2350千米，垂直爬行的速度不详，航行1110千米，重量9707千克。1967年，主要是用来救援的一款直升机。CS-124海王反潜直升机，海王听着这个名字好滑稽呀！海王CS-124海王反潜直升机是一种以舰船为平台的直升机，具备白天和夜间飞行的能力。加拿大海军的许多驱逐舰、护卫舰和补给船上的布置了这种直升机。海王反潜直升机上装备的侦察、导航武器系统是为了支持它执行搜索、定位、摧毁潜艇的任务。除了拥有水下声波探测设备和自动寻的鱼雷，海王还是一种能力全面侦察的直升机。在加拿大，海王已经更多的承担起了执行搜索、救援、救灾任务的责任。他们还辅助其他政府部队执行航扫毒、执行扫毒、渔业、污染检测、巡逻等任务。这种直升机也是执行维和任务的一种工具。例如，在维和部队部署索马里期间， CS-124部仅为部队提供了物流、医疗、弹药供给等方面的支持，同时还飞越这个国家上空执行侦察和护送的任务。事实上，它是地面维和部队与舰船之间唯一有效的联系纽带，特别是在部队部署到索马里的最初阶段。作为海王家族的一员，他至今乃是加拿大皇军海军主要的执行反潜作战任务的直升机。而在其他一些先进国家的海军中，海王已经开始逐渐退出反潜作战行动，作为运输直升机继续服务。西格尔斯基飞机公司反潜作战现在已经退役了，就是说现在它主要是用于救援，也是运输之类的。1963年也挺老的，这个速度不行啊！你看167，也是2800马力